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州工小米。下午师傅过来已经把孔打好了。师傅打完孔以后跟我说，打这个孔也费劲了。我知道他什么意思。然后我过来看一下，他这边打到应该有6根钢筋。这个墙打到6根钢筋，这还不在梁上，承重墙。他这边因为提前做好了柜子，打孔的话只能偏着打，在柜子和这个燃气管中间打。如果想打到正中心的话，那要把柜子拆掉。我说拆柜子太麻烦了，不好拆吧，要不然还得找定制的师傅过来拆柜子。然后跟业主沟通了，就打到那个位置，业主也同意了，只不过安装的时候要加弯头和椰管。现在我要打一个小孔，电钻都放不进去，只能用我的这个小手电钻，这个还行，用这个打孔。这个打孔还真不行，还是换我的这个钻吧，还是我们接220的厉害呀。像这种活儿不提前安装热水器，先把柜子装了，其实挺不好干的。这个地方又小，打孔又不方便。打水钻的师傅，这也是我多年的关系了，都比较熟。如果是不认识的话，这个孔过来最少加收他50块钱。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热水器总算是也装上去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烟管给它接好，拐了一个弯儿，用了2个弯头，这样还行吧。虽然是多加出椰管了，不太美观，但是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谁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？像这活儿真的是没办法了。这个椰管长了，从那给它切掉。这种不锈钢的椰管也比较薄，非常的好切，上这个切割片非常好切的。这个客户也是一个老客户，因为我上半年给他装过电动晾衣架，然后认识。我没想到的是啊，这个房子它装修的进度有这么慢，因为上半年的时候几乎这个房子已经成型了，装完了已经。现在才开始安装洁具和这个热水器，时隔大半年了，我还本以为这房子应该早就入住了，暖气费也交上了，暖气费怎么也得2000块钱吧？它这个有不到130平米，2000多一点，白白浪费喽。这个袋子里装的是1卷波纹管。这个我就用波纹管给它接了。闸口器。这个袋子里面的东西还不少，所有的配件几乎都在这个里面。现在热水器挂好以后，脚阀装好，我们就用尺子折出这个弯儿，然后基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管需要的长度，然后我们进行切割。当时买闸口器的时候，我没有买那个切管的那个刀子，然后我一直都是用角磨机切割。加3个圈，1个2个3个圈。其实买线材的管子也很方便，20的、30的、40的、50的、6等等，这个都有。但是我觉得现场制作的这个做出来更加美观。要多长取多长。这个铁圈很重要啊，就是在上螺母的时候，比如我们用扳子拧的时候，它避免可以把这个波纹管夹坏了。我们截取合适的长度，然后先扎一个口，扎好以后呢，进行折弯。感觉折到合适的位置，如果是略有一些长的话，我们再切一点下去。
但是千万不要短了。在我们砸第二个口之前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螺母套上去，如果忘了的话，这个管就废了。这个打波器在我拍视频1年多了，应该没有出现过，第一次。砸完的口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边口是不是平整，如果不平整的话，有可能会漏水。然后压上一个胶垫，这个胶垫我记得我当时买的都是特别好的。像我们平时装花洒、水龙头，其实看到它那个胶垫质量不好的我是不用的，然后我随便就在我包里面找，那都有，给它直接就换掉了。这个也可以避免我们说以后它漏水了，我们还要2次上门去维修，提前做好预防，不行就换。2根管已经做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我们还要把这个气管给它接上去。这个燃气表呢，不是我改的，它这边是找别人改的。改之前呢，燃气热水器没有装，然后燃气灶也没有装，光是把表改了。现在我就一起给它接上了。距上次改燃气表还是半年前，然后我发了那个改表的视频，评论区所有的大哥都建议我不要搞这个东西，它毕竟有一定的风险性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，你承担的责任就太大了。自那以后呢，我也吸取教训了，改气的活儿我就没有接过，从那以后再没有干过接气的活儿。像这个我装热水器现在已经装好了，然后接气这个活儿呢，他就是说，哎，你帮忙给接一下。我这么做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呀？像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1/1000的风险呢？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拒绝呀？不应该帮他这个忙。客户说出来了又没法拒绝，老铁们该想个招吧，像这种活儿怎么给他拒绝掉？液管的这个位置呢，有一个接头，我就给它缠一下，就是刚才我们切掉的那个口，怕它会不太严实。这个就完活了，现在准备开水给它试一下，如果所有的接头不漏水的话，完工了。不过它这边虽然天然气表改了，但是它还没有正式通气，因为最后一关就是天然气公司要派人过来验收，给它开气，然后检查所有的接头，在不漏气的情况下才正式给它送气。正准备要收工了，看这边还有一个逆止阀要装一下。像我们家里油烟机反味儿，比如说就是别人家做饭的时候，我们家油烟机没有工作的情况下，别人家炒菜味儿都飘到咱们家了，那怎么办？就得装这个东西，把这个烟道给它封死，只能吹，只能吹出去，不能让它倒回来。如果家里油烟机反味儿的话，应该把这个装上，这个东西密封性非常好。现在真正的完活了。视频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哪里做的不到位，请多多指点，互相学习。